大家好，那这期的主题啊非常的有意思，我推荐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啊。熟成啊，其实大家都特别清楚，有的人做的比我还好呢。但是烟熏啊，我是强项，这是没什么好说的啊。但是你就说把熟成和烟熏，结合在一起，这个办法你想过没有？那最近呢，我在网上就找到这么一个熟成的办法。好，熟成7天。然后呢，冷熏8个小时，那一共熟成4周，那就等于冷熏3次。今天呢，我就准备拿人家这个方法试一下啊。但是，怎么说呢？我是觉得他这个方法从我做烟熏这个角度呢，我觉得稍微有点问题。为啥啊？那你像肉熟成7天，那肉的表面就干了。干的肉呢是不太容易去抓取这个烟熏的这些颗粒和气体的。那再一个呢，你说它冷熏3次。大家知道我做慢烤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烟熏环，烟再大啊，跟迷雾那样，那出来这个烟熏环也就是5毫米到7毫米这么厚。其实我认为8个小时的烟熏冷熏第1次就够了，没有必要再重复后边的2次。我就准备了一块肉，今天，是一块眼肉啊，骨饲的眼肉。用我的办法是什么？就是我先去烟熏冷熏8小时，然后后面我就熟成，然后我就不再烟熏了。本来是想这个办法，但是我妈咪说呢，你不用人家的办法，你用你的办法，你怎么能说人家的办法不对呢？所以我想也有道理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肉呢切3段，一段用我的办法，一段参照人家的办法，那另外一块呢就留下用普通的熟成去熟成它，最后呢再进烟熏炉烟熏。把这3个东西对比一下，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，不管是我的办法还是人家的办法，都有风险。所以呢，下期节目我要是割了那我就是进医院肛肠科病房了啊。所以您心疼我一下，3连点赞安排一下啊，有 baby 爱你们。那这一块啊，我们就是放在冰箱里，就是普通的熟成了。那么这一块，我们就先给它挂到冰箱里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我是按照人家的那个办法去先熟成7天，再冷熏。那我是没有专业的冷熏机的，那所以我就用我的烟熏炉，它的最低温度是70摄氏度。那为了让它保证在这个35度以下的这个温度呢，我就往里面放了一些冰块。然后拿那个另外一个温度计去探它里边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啊？好，同志们，我现在已经熏了5个小时了啊，那现在就拿出来看它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。哎呦，你别说啊，我头一次从这个烤炉里边往外拿肉不烫手。就这个温度下呢，表面这个肉还是有一点，就明显的这个烟熏这个颜色是有的啊。我稍微闻一下啊。哦。跟那天我做的就是那个网兜火腿拿出来那个烟熏味很像，行啊，有点意思，但跟烟熏肉的味道不一样。这个呢是已经熟成了1周，然后还没烟熏，现在准备拿去烟熏的。这个肉现在就是个硬壳，你说这个硬壳现在再去烟熏能起到多大作用？尤其最后这个硬壳还要切掉哈，烟熏味道能保留多少很难说。好，同志们啊，跟上次一样，熏哥再来个5个小时，看看能成什么样。好了，同志们，干熟成的肉呢，又进去烟熏了5个小时。那么现在看这个颜色，大家看到啊，黑了很多，明显的黑了很多。然后现在我拿手摁上去呢，这个外边这个硬壳刚才是邦邦的硬，现在变软了很多啊。你看，现在就变成软的了。我先闻一闻啊。这个我跟你说哈，就不像那种烟熏香肠那个味道，那个是烟熏香肠那种味道，这个就像是就是好像就是拿这个肉在那拿火烧过的那种感觉，有意思。好啊，那现在就把这块肉呢就放回去，让它继续干熟成啊。我现在特别期待啊，就是这3块肉到时候出来以后。到底是一个什么味道？现在我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神奇啊，小伙伴们啊！好，同志们，经过3周的熟成，那这块眼肉全部做完了。那这个是普通的干式熟成，那这个呢是我和阿伟想出来的，先冷熏再干式熟成。那最后呢，这个就是按照人家那个做法，先干熟成再冷熏啊。那么看一下肉的横断面。普通干式熟成，那这个横断面呢就是普通干式熟成横断面，对吧？脂肪呢就有点灰色，应该是灰色。
这个也是这几块肉可能最大的这个区别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脂肪明显的是发这种淡淡的黄色，那有点偏白啊。最后人家这个方法做的，先干熟成再冷熏，这个脂肪明显的是要黑很多，包括它整个横断面这个肉的这个外壳也要黑很多啊。闻一下味道。不用看了，那我和阿伟想这个办法，这个先冷熏再干熟成，这个烟熏的风味要明显的，非常明显的大于这一块。那就不管怎么样，那把它切开看一下啊，看一下里边是什么样。再一个就是把它做一下，看看味道，到底有没有烟熏味儿？到底忙活这半天，到底有没有用是吧？哎，同学们，看这个先冷熏再熟成这块肉，你看外面这个眼肉眉这个地方这么红，这外面这一圈怎么看着像烟熏环呢？按说是不应该出现的啊，生肉应该没有这东西，但是你看这个地方真的超级红，外面尤其是外面这一小圈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一圈特别红，那里边这个明显暗很多，你看，漂亮啊，同学们，漂亮。看这块。这就颜色没有这么明显了，两边颜色是几乎一样的。你看这个眼肉眉这个地方和眼肉心这个位置颜色非常接近。你看，好，同志们，我把外壳全部去掉了。那这3块肉呢，就是准备好接下来要做的肉。而且我刚才闻了一下啊，即使是去掉外壳，也是我们做的这块肉烟熏味道是最重的。那这块先熟成再冷熏的味道是有一点点，但几乎闻不出来了。那这块就不用说了，本来就没烟熏，是吧？好，开做。哎，同志们，那现在这块肉的内温呢45度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肯定还是要焦化一下，大家知道我的流程啊。另外说一下呢，吃肉还是瑞的国际烧烤摊，就这期节目还不能证明我吃肉就是这么认真吗，同志们？哎呦，香啊！好，同志们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就用我旁边这个，我又搞了一台新设备啊，同志们，这一期节目选2个老瑞的新设备啊，我这太开心了啊！这个电动的单面焗炉，把这个牛排呢再焦化一下，我们来尝一下这个，哎，到底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啊？哎，好，800度，同志们，电的，我的电的简直这个东西就轻松多了啊！哎呀，我听听这声音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哎呦，这个声音我受不了，太好听了！来进去，叭叭。好，这是那块什么来着？先熟成再烟熏的，同志们，尝一下味道啊！我有点忍不住了，来，俊龙，交给你了，兄弟。那就我来切是吧？啊，来切，来。怎么样，同志们？我这熟度保存的，哎，没得说吧？先干一口，先干为敬。来，哎呦，这是不是有点生啊？来吧，来干一个，来一个。应该说是熟成的风味，怎么说大于烟熏？好像是有一点。我现在也可能是心理作用，我这说不出来。但是，熟成的味道还是可以的，不错。好，这块是先烟熏再熟成的，同志们，不用我说什么了吧？哎，这给你们吹，看看这颜色，我天，看要翻过来，刚才的颜色更好，我天，哎呀，美！你再烤一烤，哟吼！哦，看这枣红色。这个是专门烟熏炉烟熏过的啊，颜色还真的不一样。OK， 好，同志们，中间这一块啊，刚才这个咱看过了啊，这个是先熟成再烟熏，这一块先烟熏再熟成的，我们看一下啊，
旁边这一块呢就是普通干式熟成以后再放烟熏炉。来看，同志们看上面，这个地方颜色跟别的地方颜色不太一样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很明显的烟熏的造成的，之前冷熏的时候造成的，也就是说有点烟熏环的感觉。啊，这更明显了，啊，更明显了。啊，淡淡的烟熏环在周边，啊，神奇。OK， 那这一块就不用说了，那这一块肯定会有烟熏环了吧？嘿嘿嘿嘿嘿，明显。虽然只有半个小时40分钟不到，看，已经有烟熏环了。表面这个颜色，一比就比出来了，你看，红的枣红色。OK， 尝一下。来，你就先吃这个，先吃这个。这个要我说应该是味道，应该是第2重的吧。嗯，有没有烟熏味儿？说吧。有。怎么样，同志们？又有熟成的味道，熟成的风味非常明显，又有烟熏的味道。这个烟熏的味道呢，还跟我平时做那种就慢烤烟熏肉那个烟熏肉不一样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，有点像商场里那个烟熏香肠，烟熏的那个火腿烟熏香肠的味道，你尝尝，你细品。你开玩笑呢？这块更明显。那个烟熏的味道很明显。我跟你说哈，我在做这个视频之前，我和我妈伟都在想着这个东西应该起不了什么作用，但是目前来说看的话，我们2个现在想出来这个办法是对的，就先烟熏，你再去熟成，烟熏的滋味才能留在肉里。你先熟成再去烟熏，外边那个壳都硬了，我天，你是穿甲弹啊！你能穿透防透音，很明显吧？对对对。那我们再尝一下刚才那个，现在就凉了，稍微有点凉了，但是凉了不影响咱们尝味道是吧？这是先熟成再烟熏，烟熏味道淡很多。哎，这个不得行啊！没有冲击力，这个冲击太强了，差别非常的大。好，来尝一尝啊！这个是普通干式熟成再压烟熏炉烟熏的啊。同志们，你敢信？你敢信？这个先烟熏再熟成的这块肉，烟熏味儿居然比这块烟熏炉里熏的味道要重！你说这个东西，就等于我天哪，我就受不了，哎呀，太好吃了！我的天哪，好脆，又脆，然后那个烟熏的味道又有烟熏的味道，然后又嫩，又有熟成的那个熟成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朋友们，这知道什么叫举一反三吗？什么叫做举一反三？哎，就是你在网上看人家东西，你看，哎呀哈，写的啊，有点创意，创意以后有东西我们自己这个知识，然后啊咔一下子举一反三以后，这个肉直接，哎呦我天哪，哇太好吃了，没白来我今天，没白来，我幸亏你今天叫我来了。如果我不想叫你，知道吧？真是的，快过来分我这块肉，你看。不然我自己就吃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那么这期节目呢，大家觉得是怎么样？就是我这个先冷熏再熟成这个办法是不是特别好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感不感兴趣？感兴趣，咱们下次呢，我再系统的再做一次。这次就小试牛刀嘛，下次系统的，全把时间记了。比如说这时间3到5个小时，我下加长点，然后真干到8个小时。然后呢，再去熟成，可能就是风味就更浓，是吧？下次我们弄块大的，比如说弄块战斧什么的，是吧？哎，冷熏一下，然后我们是吧？再去尝一下，再尝一下味道。感兴趣啊，来，一键3连支持我一下，同志们啊！行，那这期呢，我觉得就先拍到这儿，是吧？我就赶快把这些肉呢吃完。哎，这旁边老有人在这盯着我这块肉，是不是？完了，阿伟吃不上了，阿伟，这块给阿伟。来，阿伟，行吧？他的手，你还真吃啊！